李亚林的话让所有人一下子豁然开朗。安家人这么多年也没想明白，极具文士风范与绅士风度的叶长英当年为什么粗暴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冲突。就连叶晨也想不明白，父亲为何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叶晨甚至以为害死父母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富可敌国的超级家族。可是今天与外公一家以及李亚林聊了这么多，他才真正明白，父亲当年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合适的机会，与叶家甚至与安家划清界限。他和妈妈当时大概率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即将面临危险，与双方家族划清界限，必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安启山不禁泪流满面，哽咽道：长英和程曦这两个傻孩子，当年为什么宁死也不向我们寻求帮助？我这个当父亲的，当年非但没意识到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危险，甚至还一直对他们与家族的疏远颇有埋怨，现在才知道他们当年只是不愿意拖累我们。李亚林开口安慰道：安叔，你也不用过于自责，程曦他们夫妻俩当年应该就很清楚地知道，即便是安家和叶家这两个家族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是破亲会的对手。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连累家人为自己受难？是啊，老太太也不由红着眼感慨，程曦性格要强，从小遇到什么困难就不愿跟家里人开口。安家的财富之所以能在20-30年前急速膨胀，全靠他在硅谷的运筹帷幄。可是当他随长英去华夏的时候，也没从家里带走1分钱。老太太的话让安家人心情更是沉重。安家兄弟姐妹一向新奇，对他们来说，家人远比钱更重要。所以即便安承熙已经去世20多年，他们心中依旧无法释怀。如今分析出当年他们是遇到危险，为了不连累家人才与家族保持距离，一个个心中更是伤感。就在众人沉默不语的时候，叶晨的小姨安悠悠忽然开口道：我姐和姐夫不愿意连累两家，我能理解，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晨儿也一起带着呢？众人被他的话惊出一个机灵，而他们也立刻意识到安悠悠说的没错，既然他们夫妇两人当年连自己的家族都不愿意牵连，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带在身边呢？他们当年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可既然知道自己要死，就更不应该把当时才刚满8岁的叶晨带在身边。若是按照人之常情，在那种时候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儿子送到更远更安全的地方去才合理。可是他们夫妇2人却偏偏在与叶家闹翻之后，将叶晨也一并带到了金陵。这一点仔细想来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令人不可理解。安启山此时此刻也有些想不明白，他看着叶晨皱眉说道：悠悠说得对，晨儿是他们唯一的血脉，越是危险的时候就越是要把儿子送得远远的，可他们为什么把晨儿也带去金陵？说罢他问叶晨：晨儿，你还记得当初你父母带你去金陵前后的细节吗？叶晨想了想，开口道：这前后足有半年多的时间，太多的细节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现在想来，我并没有想到什么比较奇怪的地方。说着，叶晨又道：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父母当年去金陵就是因为跟爷爷以及整个叶家闹翻了，逼不得已才去了金陵定居，所以在我一直以来的认知里，我都觉得是爷爷和叶家人把我父母赶出家门，才导致了他们后来的遇害。他们是间接害死我爸妈的凶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爷爷一家人都非常仇恨。李亚林这时候开口道：安叔、安婶儿，当初承熙他们2口子一定是提前就为晨儿做好了准备，并且为他留好了退路，否则的话，晨儿也不可能在他们出事当天就被长英的手下安全转移。而且长英安排人把晨儿安排到福利院，并且提前把整个福利院的人全部换成自己的手下，这一招简直巧妙至极，直接瞒过了所有试图寻找晨儿的人，这就足以证明他早就已经规划好了一切。说着，李亚林认真道：所以回到悠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程曦和常英把晨儿带到金陵，不但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也有他们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安启山喃喃道，我还是有些想不通，就算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可是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再好的安排也有出纰漏的风险，而且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一旦出了纰漏，那可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再想着补救，便绝对没有机会了。更何况这个冒险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他的亲骨肉啊！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导致死亡，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承受这种风险。可他和程曦偏偏要让晨儿去冒这个风险，这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了？叶晨这时却一脸淡然地说道，外公，我相信爸爸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我也不觉得他这么做是对我不负责任。任何事情都有死亡的风险，开车带孩子出门有出车祸的风险，带孩子游泳有溺水的风险，给孩子吃东西都含有噎死的风险。做父母的所要考虑的，不是100%规避一切风险，在风险面前，这件事情究竟还值不值得做？我相信极少有父母为了避免出车祸不带孩子出门，更不可能因噎废食，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乐死。所以我觉得他们当初这么做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和理由，并且我相信他们这么做一定是为了我好。安启山愣了片刻，轻轻点了点头，晨儿，你说的有道理，你的父母当年虽然都很年轻，但他们俩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你如今的这般本事与造化，绝对不是在温室中能够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当初他们把你交给叶家，还是交给安家来抚养成人，你都很难，甚至没有可能成长为今天的你。或许你的父母当年就有这个远见，提前预见到了你今天的发展。这时，一旁的李亚林忽然问叶晨，叶先生，你父母既然已经掌握了某些比较神奇的力量，或者已经摸到了其中脉络，那与你后来所掌握的力量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叶晨被他问得微微一怔，心中忽然想到一个骇然无比的念头，莫非我得到九玄天经不是偶然？若不是偶然，那究竟是什么因果关系，让我在父母去世20年之后得到了这份传承？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